魏管家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让老五捎话给如意，说好今天来看他。老爷子，您就。好的，谢谢你们。哎呦，千万别这么说。您要是真是感激我和云霞的话，这事儿咱们从今往后就别提了，就当是你对我们最好的报答，好不好？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这事儿啊，牵连着2个孩子的幸福，我就是到死我也不会说出去的。我爹呢？啊，他回去了，说是茶园里忙。回去了。老五不是说他今天会来看我吗？他肯定出什么事儿了，我还是去找他吧。哎，少奶奶，您甭去了。实话跟您说吧，是夫人不让外人进来。啊，这是你爹让我带给你的。外人？我爹怎么是外人呢？连你都是外人，你爹怎么就不是？谭家一向的家规，出身低贱的下等人，一律不准踏入正厅。娘，那不是别人，那是我爹。您怎么能说他是下等人呢？我没有要求您用多大的礼仪去接待他，但他也绝对不是低人一等。别以为你有明凯撑腰，你就鸡犬升天。这个家只要有我一天在，规矩就不能乱。你们就是出身低贱的下等人。是，我们是出身低贱，但是我们心里所存的善良和宽容，要比门第高得多。少奶奶，您就少说2句吧，啊！你掐着我儿子，让我心里难受，我会让你更难受。这还只是个开始而已。如果你想好受一点，你就烧香拜佛，期盼谭家不要再出其他的乱子，否则我通通算在你的头上。大小姐，怎么样？有人愿意借钱给我们吗？可我已经答应了人家明天之前交齐全款啊。大小姐，你想想，我们童家的根基本来就不稳，谁又敢跟我们一起去冒这个险呢？大小姐，今天老奴一记劝，千万别把童家的铺子和码头都抵押出去啊！万一有个闪失，我们童家就全完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没有退路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思若，叶子，你还差多少钱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别忘了，当时秋朗哥和明凯就要购买那个茶园，我看你这边的款项迟迟没付，我就知道你出了问题。你愿意帮我？怎么说，我也算是聚顺兴的2当家嘛。我想，我还是有支配这个款项权利的。再说了，我了解你的脾气，我可不想看见你为了一个茶园，把你们家都抵押出去吧。叶子，你真是我的及时雨。不过这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我短期内可能还不上的。思若，你就放心吧，
这个我也想到了。这样，就算我代表聚顺兴贷款给你们佟家茶园，只收你们很低的利息，你们一定要有信心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和我还有如意，我们都是好朋友啊。过去我不愿意看到如意受苦，现在我也同样不愿意看见你受苦。叶子，我现在知道什么叫患难见真情了。我代表佟家，谢谢你。哎，思若，你别这样，我是真心诚意的，希望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谢谢。娘，哎呀，如意，别忙活了，快坐下来吧。这些事有下人做。妈，如果你是真的心疼如意呢，那么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？瞧你这话说的，难道我会假装疼他呀？是这样的，我每天泡在茶园里面，研制新茶，家里的事情我都顾不上，所以我想把老五派回家，让你们随便且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是想让老五在家陪着如意吧？其实不用了，我跟娘在一起挺好的。你也吃啊。思若，你要的银票还有金条全在这里。叶小姐，谢谢你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帮了我们佟家这么大的忙，谢谢你了。伯母，你太客气了。叶子，客气的话我不说了，你答应我的事儿一定要做到。我料定谭夫人知道我买了那个茶园之后，一定不会给如意好日子过。如果如意他们过得幸福呢？你不正在折磨自己吗？有我在呢，你觉得他们会幸福吗？叶子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好久都没有听到如意的消息了，你帮我去看看她。可是，叶子，好吧，那我现在就去。伯母，我先走了。慢走。你想过叶小姐为什么那么帮助我们佟家是吗？她可是如意的好朋友啊。娘，她也是我的好姐妹。不过，我最不相信的就是姐妹。你真是没有让娘失望，你城府变得越来越深。下一步准备怎么做？他们毁了我的家，还有我的幸福。我会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如意，我怎么发现自从你进了谭家以后，总是闷闷不乐的呀？没有，是不是过得不开心？还是他们这儿有谁欺负你啊？真没有。对了，我爹最近身体怎么样了？挺好，他一见着少东家，什么病都没了。这两天一直围着少东家转，鞍前马后的，哪像是对一个姑爷，简直像对一个亲儿子一样好。我爹对明凯好，那是为了让我和明凯都开心，这是变相疼我呢。是，别打扰他们。叶小姐，你来了。谭夫人你好，我来看看如意。如意，叶小姐来了。娘，娘，叶小姐专程来看你呢。哎呦，瞧你这小手，做活做的都粗了。明白的人知道是你自己喜欢，不明白的还以为是我们谭家欺负你呢。
好了，你们到屋里好好聊聊吧。云香，沏壶上好的茶送到少奶奶房里。是。去吧。就是这样，谭夫人不准许如意出门，还罚她在屋内抄写女诫。明凯在家的时候就对她笑脸相迎，只要明凯一出门，谭夫人就对如意冷若冰霜。哼，报应。但是明凯对如意真的是呵护备至，我想正是因为明凯的爱，才让如意撑下去的。别说了，思若。谭明凯越是要对如意好，我就越是要让他们苦不堪言。你要干什么？第一，我要知道谭明凯正在研发的谭家秘制新茶的配方。第二，我知道他正在往2个销路努力，他要打开外国市场，他还要借助你父亲的帮助，让谭家新茶成为政府贡茶。这2条路我都要走，而且要走在他前头。你是不可能做到的，新茶配方可是机密啊。可是我有你啊，你是六爷的女儿，又是高秋朗深爱的未婚妻，如果你帮我的话，他们肯定帮我。思若的言行举止跟你预测的一模一样。思若不简单，他的计划正中谭明凯的要害。最重要的是，他选对了人。他已经知道叶子背后的人是我，拜托叶子给我带话呢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正是我想要的，接着帮他。可再这么帮下去，我怕思若她真的会疯。我觉得她整个人已经被复仇给扭曲了。她让我去看如意，把如意在家的一举一动全部告诉她。当她听见如意受苦的时候，她笑得连我都觉得害怕。笑，因为他畅快。秋朗哥的苦心没白费，思若就快成为我们的朋友。谭家离家破人亡不远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笑的和思若一模一样。但是因为思若跟我一样，仇恨已经占据了他所有的情感，我们都把谭家当作复仇的对象。我觉得你们2个人现在就像是脱缰的野马，根本无法控制，随时随地都可能掉下悬崖，粉身碎骨。算是粉身碎骨，至少有脸去见天上的人。这种新茶胜在口味独特。那些西方人喜欢喝茶的时候在里面放糖，所以我们的新茶必须要做到有天然回甘的味道，才能中外适宜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新茶回甘的味道还是不够。干嘛呢？啊，我找高老板报账。让他进来吧。高老板，这个月茶农的月俸。好。我问你，这些账都没问题吧？没问题了。啊，你可以去了。爸，
你不怕谭家的人怀疑你吗？要是他们知道秘方丢了怎么办？谭家现在还有很多曾经是童家的老茶工，他们肯定是首先被怀疑、跟驱逐的对象。这样，你既可以得到秘方，又可以得到人。真想不到叶子小姐的心思这么缜密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。等等，替我谢谢你家小姐，还有高先生。一定。真的是要恭喜谭夫人了，又多了一个敌人，而我高秋了，又多了一个朋友和盟友。我还是不明白，既然你是谭老爷的儿子，你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走进谭家，告诉他们你就是谭明阳，何必要费这么大的周折，捎带上那么多人的幸福呢？可谁能证明呢？谁能证明？事情已经过去20几年了，谭夫人是不会承认的。而我如果自己说我自己是谭明阳，那别人会把我当成是疯子。况且义父把我从牢里救出去的时候，谭明阳就已经死了。现在坐在你们面前的只有高秋郎。秋郎哥，不做谭家的二少爷，你不觉得亏吗？你是想说我是为了谭家的产业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不用像现在这么大费周章。我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折磨谭夫人，不停地折磨她。我要像她逼死我母亲那样，一步一步把她逼上绝路。今天下午，茶园已经过户到了童家的名下。当家的，我明天就组织人马清理茶园，等到明年春天，我们这块地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等？我最讨厌的事就是等。那您说怎么办？就算花大价钱买别家的茶叶，我也要迅速的推出童家秘制新茶。邵东家，不是我不支持你，我们童家本来只有半个秘方，就是做老茶还得和谭家合作了。可这是研制新茶，我可真是没有办法。谁说没有办法？这个就是秘方，现在有的配方，你赶紧回去研究研究。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童家秘制新茶。是，那好吧。思若，你给的这张是谭家秘制新茶吗？唉，我不是让你去打听吗？我怎么会让你去偷人家的秘方呢？这会落人口实啊！那以后我们要走出去，我们有理也变得没理了。娘，偷偷摸摸放一枪一炮，不是我童思若的作风。茶园成立的当天，我要请谭家所有的人到场，我要在童家茶园挂牌仪式上广而告之，只要他在我们童家手里，那他就姓童。我要让谭家的人声誉扫地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谭家的人跪在童家的门前。娘，你不是已经请过安了吗？还来干什么？我觉得我有必要和您推心置腹的谈一谈。您对我有太多误解。谈什么？谈谈我在这个家该有一份最起码的尊重。好啊，谈。但是我得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谈。想谈，你来和他们谈谈。
这个佟思若，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还要准确。这不就是一张请柬吗？这是一张请帖吗？这是给谭家的战书。这佟思若那么大张旗鼓的，肯定是为了捷足先登，好公布秘方。谭家的死期到了。不错啊，是。谭夫人，明凯如意，你们来了。思若，你把佟家发扬光大，你爹在天之灵一定会很欣慰。思若，恭喜你们茶园开张，祝你们来年丰收。恭喜你，思若。那还不得谢谢你们？要不是你们这么豁达，我怎么会取得叶子的资金支持呢？谭夫人，这是我的个人行为，毕竟思若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思若，吉时已经到了，咱们开始吧。回去你们两个给我解释清楚，为什么具顺心会给佟家注资？各位，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，没有这个人，就没有今天的佟思若，没有这个人，更没有今天的佟家茶园。这个人就是谭家的少东家谭明凯。谭少爷，我们佟家的第一杯秘制新茶，一定要您来品尝。好的。大家也来尝尝看吧。好。谭少爷，这味道怎么样？这茶的名字叫，这叫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各位，我们佟家从来不做躲躲藏藏的苟且之事。为了让每一位股东放心，我决定当众公布配茶秘方。桐花茉莉，采摘新鲜的茉莉花，先行摊晾。待入叶花瓣开成虎爪形状，味香正浓时，将其掺入绿茶中拌和熏制而成。随后将初熏的花茶烘干，再掺入鲜花复熏，如此泡制，经再三而成。思若，这是我们谭家研制几个月的新茶配方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可以证明，明凯一直在研究这个配方。思若，你从哪儿得到的？谭明凯，我敬佩你是个读书人，没想到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居然将一盆脏水结结实实的泼在我身上。我们佟家说要做花茶，你就扬言说这是你们的配方。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这真的是我们谭家的配方。你的人格？你违背伦常，抢走我大哥的小妾，现在又想当众盗窃我们佟家的配方。你问问在场的每一个人，谁会相信他的为人？谭少爷，你太过分了。如果是你家的配方，佟小姐怎么敢当众宣读呢？对呀，你怎么能这样诬陷别人呢？就是。哎，说，为什么要怂恿明凯帮思若？这不是如意的主意，是我说要这样做的。人家今天已经指着你的鼻子骂了，你还护着他？干妈，
这件事情的确跟如意没什么关系，主要是明凯他觉得有愧于思若，所以想帮他一把。有愧于思若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他。如果不是你，思若怎么会抓住咱们家的把柄，当众羞辱谭家？谁会想到思若会出这样的狠招？我们本想好心帮他一把，他就会冰释前嫌。谁知道？即便是思若盗取了配方，那也是当初你不顾伦常娶了如意。你们说，我不怪他，怪谁？好了好了，干妈，先别着急上火。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出来谁把配方泄露给了佟思若。那个秘方只有我跟那些制茶师傅才知道，他们应该不会出卖我们的。我觉得一定是原来佟家的那些制茶师傅，他们的人虽然在谭家，但是他们的心一直向着佟家。明凯，尽快去彻查佟家留在茶园的每一个人。娘，我觉得这样做不妥。你在这个时候去查那些茶农，只会引起大家的恐慌。万一他们因此而离开谭家，那不是比损失一个配方更加糟糕吗？清者自清，谁这个时候要跑，谁就是做贼心虚。可是谭家这样的做法只会伤了他们的自尊啊！他们就算离开，也不会是因为做贼心虚，而是他们怕被冤枉。别再跟我谈什么自尊了，他们那种人不配谈自尊。干嘛？若依，说我说句公道话，这件事情如果不查清楚，那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是我们谭家偷了佟家的配方。况且，乌茶镇的人对如意和明凯本来就有偏见。都是你，要不是你得罪了佟家，我们谭家就不会四面楚歌了。你呀，还真是个丧门星。我们谭家何德何能，娶了你这个瘟神？妈，别说了，这根本是两回事啊！现在外面的人已经对我们发难了，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内讧呢？我们谭家好不容易稍微有点起色，又发生了这种事儿，而且每一件事都和如意有关。我是怕他别害我们跟佟家一样的下场。如意是我的妻子，是谭家的人，我不希望有人再拿以前的事来翻旧账。还有，调查的事情，让我再想一想。如意，我们走。你说他？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也许娘说的对，佟家娶了我就接连遭遇不幸，现在厄运又到了谭家，我真是个丧门星。如意，不许你胡说，不要把所有的不幸都往自己身上扛。你不是什么丧门星，你是我的妻子。明凯，你听我一句劝吧，这次的秘方你不要查了，你让给思若。我了解那些茶农的，他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失去饭碗。如果他们有可能失去饭碗，他们就会急着找下一家，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我们。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茶农是茶园里无形的资源，技术好、手脚快的茶农很不好找。但是我就怕我妈咽不下这口气。你明天好好劝劝妈。这个怎么办呢？他到底怀疑谁呀？这个不清楚啊。凡是姓佟的，或者跟佟家沾亲带故的，佟老爷以前招进来的人，个个都是怀疑对象。你傻呀？我们都跟佟家有关系，他能不怀疑吗？我要是你们，与其坐着等不堪设想的后果，还不如自谋生路。这话怎么说？少东家，那在你查我们之前，我们都想辞工了。对，我们要辞工。对，不干了。各位，你们听我说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不再查这件事，请各位放心回去工作吧。你们现在不查我们，不能以后不查我们吧？就是啊，你要以为现在能怀疑我们，以后也能。各位，我劝你们再好好的想想。没什么好想的，反正我们都想辞工，是不是？对，不想干了，不干了。现在这时候你们不能离开呀，少东家平时对咱们不薄啊。各找自家门前雪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茶园不能没有你们，你们不能走啊！
别劝了，哎呀，没有用，别说这些啊！你们不能走，我求你们了，不能走啊！今天要感谢大家来到童家，不，回到童家。曾经的谭家茶园是谭童两家的天下，如今童家自立门户了，但是仍然欢迎大家回来。现在的童家茶园有巨顺心的二当家叶子小姐的帮助，相信很快就可以打败谭家。来到童家的茶农可以马上领到一份月钱，并且月俸比谭家高出3成。太好了，3成，不错。好，大小姐，那我们去干活了。思若，凡事留3分余地好。这不是你们希望的吗？我们嫂子，走。我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夫人只是在少东家面前才对你好。少东家知道吗？你千万不要告诉明凯，我不想让他为难。那你就这么忍着。老五，其实对我来说，能光明正大的待在明凯身边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他。今天怎么会带了只鸟来啊？给你买的，让你解解闷儿。起个名儿，就叫他初见吧。初见，好。把它挂起来。怎么了？哎呦！少奶奶放心，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看见。不是的，嫣儿，嫣儿看见老五抱着少奶奶，嫣儿一看见他们，赶忙就分开了。少奶奶的脸通红，还一个劲儿的在后面叫我就没敢停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这做继母的东西，你在这儿胡说什么呢？没事搬弄是非，不怪他，他知道什么呀？不过是上猫画虎吧。倒是那个如意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嫁进谭家还不守妇道。夫人，你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，等事情查清楚了再说。你今天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，有一句撒谎就打断你的腿。嫣儿不敢瞎说，都是我亲眼所见。你听见了？我没冤枉他们。行了，这话就到这儿截止，别传得满院子都是。错了，尽管让他传，传到院子人尽皆知，最好传到少爷耳朵里。早就告诫过他，那丫头生下来就是个下流胚子，他偏不信。他不怕丢人，我还怕什么？下去吧。是。夫人，这可能是个误会，也许他们是在闹着玩儿。你别再替他说好话了，我就是想让明凯知道如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老五，我没事了。还说没事呢，都晕倒了。我给你找个大夫吧。真的不用了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出去吧。好。五哥，
除了少爷，也只有你能随便进出大少奶奶的房间了。平时连我们这些丫鬟都很少进她房间呢。这少奶奶嫁进来之前啊，我们原来住在一个院儿。哦，青梅竹马啊。也不是，我去找趟少东家，别进去啊，少奶奶休息啊。明凯，有10个工人已经走了，这么下去不是办法。明凯，怎么办呀？又有2个炒茶的老师傅也要去童家，怎么都往童家跑呢？是不是童家耍了什么花招？童家发出话来了，月俸啊提高了30%，这不是挖墙脚吧？明凯，得想想办法，让他们走吧。明凯，你冷静点儿。那炒茶的老师傅要是都走了，那谁干活啊？到时候人家给咱们订那货，就完不成啊！这茶园就撑不下去了。这样吧，我马上调动聚顺兴的资金注入谭家茶园，一定要把茶农留住。老五，你怎么来了？少奶奶身体不舒服，您能不能回去看看？明凯，你赶紧去看如意，这儿我盯着。好的。爹，您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？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事儿。你好好照顾如意啊。放心啊，老五，走。就说啊，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不回去看如意啊？我答应魏管家了，不会再给孩子们找麻烦。就看一眼，能找什么麻烦？哥，叶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人要见你。请见。少奶奶，我听下人说你身体不舒服，现在好些了吗？没什么，就是一点风寒而已，没事的。少奶奶，别怪我多嘴。那个老五，你还是跟他保持点距离吧。云姨，是不是老五做错了什么？如意，如意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云姨啊，请大夫了吗？我没事的，就是一点头疼而已。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都怪老五在那大惊小怪的。少爷，少奶奶就交给你了，我下去了啊。啊，哎，我看看，还好没发烧。哎，不行，我一会儿还是请大夫过来看看吧。我没事的，明凯，秘方丢失的事情没有引起茶园的骚动吧？没有。那和童家有关的那些老茶农呢？他们已经跟了谭家几10年了，当然不会有问题了。放心，有秋朗在我身边帮着我，没事。